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浏览一些企业信息平台时，偶然注意到关于周深工作室的一点小变动？可能只是不经意间瞥见的一行字，比如法定代表人变更，心里就忍不住咯噔一下，冒出几个小问号，这是怎么回事？工作室是不是要换人了？以后的运营会不会受影响？深哥对工作室的掌控力还在吗？其实有这些疑虑再正常不过了。毕竟在咱们心里，周深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歌手，他更像是一个陪伴了我们很久的朋友。大家看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对他的一切自然都格外上心。但今天，咱们不妨泡杯茶，坐下来，把这些看似复杂的商业词汇掰开揉碎了，用咱们平时聊天的大白话，好好捋一捋这件事。你会发现，这一切不仅没什么好担心的，反而恰恰证明了，这个团队正在以一种非常成熟、专业且让人安心的方式，稳稳地向前走着。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法定代表人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很多人一听到法人或者法定代表人，脑子里就会自动把他和大老板、最终决策者画上等号。但说实话，在现代公司的商业运作里，这两者早就分开了。打个最通俗的比方，这就好比一艘大船。法定代表人就像是这艘船在港口登记时，代表船去签字、去办手续的那个船长或者联络人。他负责对外的一些程序性事务，比如去工商局交个材料，去银行开个户。但是，这艘船到底归谁所有？航向由谁来定？船上的水手听谁的指挥？那得看谁是这艘船的真正主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际控制人。把目光拉回到周深工作室，也就是上海晋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如果你去查查公开的工商信息，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甚至可以说是让人无比踏实的数据。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元，而周深本人出资了95万元，持股比例高达 95%。在商业世界里，持股比例往往就是话语权的最直接体现。95%，这是一个绝对控股的比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周深不仅仅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他更是这家公司毫无争议的、实实在在的老板。在粉丝群里，大家其实早就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周深就是老板，他后面没有什么神秘的控股大佬，他就是那个拍板定案的人。这个认知是完全符合商业逻辑和法律事实的。那么，为什么周深不自己当这个法定代表人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娱乐圈乃至整个商界都非常普遍的一种操作了，叫做风险隔离和管理分工。你想想看，作为一个顶流艺人，周深每天的行程有多满？创作、录音、排练、演出，各种商务活动，他的精力和时间是极其宝贵的，应该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艺术创作和舞台呈现上。而公司的日常行政、工商税务等琐碎事务，如果都要法定代表人亲自去跑、去签字，那无疑是巨大的精力消耗。更重要的是风险隔离。法定代表人虽然不一定有决策权，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果公司遇到一些行政或法律上的小麻烦，法定代表人是需要出面承担一些程序性责任的。出于对艺人的保护，很多成熟的艺人团队、企业家都会选择让值得信任的职业经理人、亲属或者核心合伙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这样一来，既能保证公司日常行政事务有人高效处理，又能让真正的老板，也就是大股东安心搞业务，同时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一些不必要的连带风险。所以，周深工作室的法人安排真的不是什么特殊例外，而是业内非常标准、非常专业的常规操作。它非但不会削弱周深的控制权，反而是一种更科学、更安全的商业架构设计。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法人变更到底会不会影响工作室的日常运营？答案是明确的，不会。而且，我们可以从几个非常具体的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运营决策权始终牢牢握在周深自己手里。一个工作室的灵魂在于它的决策机制。在周深工作室，重要的决策一定是老板决定或同意，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运行准则。无论是接下一部重要的音乐企划，还是敲定一次大型巡演的规模，亦或是选择一个契合的品牌合作，这些关乎周深职业生涯走向的大事，最终拍板的人一定是周深本人。法定代表人的更换，改变的只是工商登记册上的一个名字，他根本无法撼动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和决策逻辑。第二，团队的向心力来源于对实际控制人的负责。咱们说的再直白一点，工作室里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是谁发的？他们的奖金是谁给的？是周深。在任何一个组织里，谁给开支，就对谁负责，是最朴素的道理。
整个团队的核心凝聚力是围绕着周深这个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建立的。大家努力工作的目标是为了让周深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是为了保障他的每一次舞台都能完美呈现。这种基于信任和共同目标的团队纽带，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对外签字人的名字换了，就突然断裂或者动摇呢？第三，工作室的独立运营能力早就经过了时间的严格检验。咱们不妨回忆一下，周深工作室是自2020年正式成立的。从最初的可能还有些摸索，到现在的游刃有余，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交出了一份多么亮眼的成绩单，策划并执行多轮高强度的全国巡回演唱会，这其中的统筹工作有多复杂？从场馆报批、舞美设计、音响灯光调试，到安保、跳舞、后勤，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岔子。还有高质量音乐专辑的策划与发行，与各大一线品牌的深度合作，这些项目无疑不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强大的执行力，粉丝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大家对工作室的夸赞，说他们保障了每一场演出的完美呈现，说他们工作效率极高，回应及时。这些来自最前线、最真实的声音，就是工作室运营体系已经高度成熟、稳定的最好证明。一个已经跑通了所有流程、磨合的默契十足的团队，其内在的运转惯性是极其强大的。外在的工商登记变动，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行政部同事去跑了一趟办事大厅而已。第四，品牌与业务的连续性，有着坚实的法律和契约保障。有人可能会担心，法人换了，以前签的合同还作数吗？跟合作方的关系会不会受影响？其实，在法律层面上，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法定代表人只是代表这个实体行使职权的人。只要公司这个实体还在，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没变，那么它之前签署的所有合同、协议依然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合作方看重的是周深工作室这个品牌的价值，是周深本人的商业号召力和专业态度，而不是某一位具体的行政代表。同样，对于粉丝和各大平台而言，大家认知的品牌核心始终是周深和他的音乐。因此，法人变更完全不会在业务层面掀起任何波澜。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冷冰冰的商业逻辑上移开，去看看工作室在实际运作中展现出的一些人情味和专业度，你就会对这种稳定性有更深切的体会。一个真正优秀的团队，不仅仅是能把活干完，更是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和处理问题的智慧。周深工作室在这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甚至让人感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近年来网络环境复杂，针对艺人的无端造谣、诽谤和恶意剪辑时有发生。面对这些伤害，周深工作室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陷入无休止的网络骂战，而是拿起了法律武器，坚定地维护艺人的合法权益。就在2026年7月，工作室披露了4起名誉权案件全部胜诉的消息。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胜利，它背后传递出的信号非常强烈，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发声的权利，但绝不容忍恶意的重伤和造谣。维权不仅仅是为了周深个人的清白，更是为了澄清事实，为了给所有热爱他的人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推动整个网络环境向着更清朗、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更让人触动的是后续的处理方式。工作室明确表示，这些维权案件所获得的赔偿款项将全部捐赠给公益机构。你想想这个画面，这得是多么通透和善良的价值观。他们打官司不是为了敛财，也不是为了泄愤，而是为了理和义。把赔偿金化做对社会的回馈，这不仅体现了工作室与周深本人高度一致的价值观，也让所有支持他的人感到无比骄傲和安心。跟着这样有底线、有温度的团队，粉丝怎么会没有安全感呢？除了对外的强硬与担当，工作室对内的沟通机制，尤其是与粉丝群体的互动，也展现出一种难得的成熟与良性循环。大家都知道，周深和粉丝生米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视为内娱的一段佳话。那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而这种温暖也延伸到了工作室的运营细节中。粉丝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而是成为了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参与者。举个很具体的例子，在2026年的某次巡演期间，有部分细心的粉丝发现，在某些特定的场馆或环节，周深的耳返似乎受到了一些信号干扰，可能会影响他的演唱状态。粉丝们没有选择去网上大肆抱怨或攻击工作人员，而是通过合理的渠道，非常专业、温和地向工作室反映了这个技术细节，并呼吁排查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敷衍了事，而是迅速接收到了这个反馈，并在后续的演出中优化了设备调试流程，确保了舞台效果的完美。这种粉丝提出专业建议，工作室虚心接受并优化的互动模式，是多么健康，多么高效啊！它说明工作室的耳朵是敞开的，他们真正把粉丝当成了共同守护这场音乐之旅的伙伴。同样，在面对一些后援会内部或者粉丝群体间的摩擦时，现在的粉丝群体也展现出了极高的素养。大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合法、理性的渠道与工作室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情绪发酵。这种理性的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室长期以来以身作则的引导。当一个团队始终保持着专业、透明和真诚时，它自然也会吸引和培养出同样理性、温暖的受众群体。此外，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周深工作室的口碑也是在一次次扎实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无论是与各大音乐平台的顺畅对接，与品牌方的高效沟通，还是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危机响应速度，工作室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准。在很多业内人士和合作方眼中，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艺人工作室，更是一个优秀的支持团队。这种来自行业内部的认可，是任何工商登记上的名字变更都无法夺走的无形资产。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拼凑在一起，再回过头来看最初的那个问题，周深工作室法人变更会影响运营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这就像是一棵大树，换了一片叶子，或者修剪了一根细小的枝丫，它的根系依然深扎在泥土里，它的主干依然挺拔，它向着阳光生长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周深工作室的法人安排，从头到尾都属于商业运营中的常规设计，是出于专业考量和保护机制的理性选择。它丝毫不影响周深本人作为绝对控股股东，对工作室的实际控制和最终决策权。我们可以非常笃定地说，这次的法人变更不会对工作室的运营效率、业务的连续性、品牌的声誉，以及那份珍贵的与粉丝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作为一直陪伴着他的人，我们其实可以把心稳稳地放在肚子里。与其去纠结那些工商登记层面的、形式上的细枝末节，不如把我们的目光和精力更多的投向那些真正闪光的地方。去关注他即将带来的新音乐企划，去期待下一场巡演中他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去欣赏他在舞台上用歌声传递出的情感与力量，去支持工作室在保护艺人权益、践行社会责任时所做出的每一次坚定努力。因为真正定义周深和他的工作室的，从来不是营业执照上的某一行字，而是那些打动人心的旋律，是那些精益求精的舞台，是那份历经时间考验依然不变的真诚，以及我们与他之间那份无需多言的默契与信任。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掌舵的人没变，只要那颗热爱音乐、敬畏舞台的初心没变，这艘船就一定会乘风破浪，驶向更加广阔、更加璀璨的星辰大海。而我们只需要在岸边或者在船上继续为他欢呼，继续与他同行就足够了。